如果我要去的话呢，明天就要出发。我找不到摄影师，晚上的机票被取消。结果来现场发现，我们的机票是没有行李的。应该。剧院吧，这样。No, you cannot. No, this is it. 有复习过，但是那个答案没有存到，没办法救。有检查，对。什么叫那段？那是一整天呢。像我们在岛外，像这样子不见了，这枪毙了嘞。很重要的影片画面全部弄不见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这辈子都有遗憾的，我过不了。最精彩、最刺激的强力胶 Podcast 千万不能错过哦！每周一的中午12点准时上线 ，Apple Podcast、IG、YouTube 各大平台追踪订阅哦。我现在人在加拿大，头发也没有染啊，也没有化妆好几天，度假模式。结果呢，我收到了一个巴黎时装周的邀请，如果我要去的话呢，明天就要出发。因为我要赶快去法国找所有的礼服，现在要一个头两个大，衣服也没有，头发也没有，发型师、妆发师、服装师都没有。现在就让我在2天的时间内，我必须要达到有办法可以去时装周那样很漂亮的样子。如果是你会选择去吗？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决定让我的摄影从台湾飞过来，因为我在巴黎我找不到摄影师，每一个摄影跟我开价是半天5万块台币，超夸张。我要如何把人全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聚集起来？挑战看看吧。现在就是发型师开价也超贵的，一颗造型800欧元呢。既然决定要去呢，就要做到极度的完美。昨天决定，今天赶快整理，明天立刻飞到那边，再开始想如何制装。那布丁那么大一片，你一定会帮我染好的，对不对？一定会很漂亮的吼，肯定会的。我要当最瞩目的那个哦。现在是早上8点，然后我们坐10点的飞机到巴黎。现在赶快收拾行李，拿我现在仅限我觉得可以去时尚周拍大片的东西。发型师的问题呢，一直找不到。我昨天就是发了脆，说我日帮我找，现在应该是有下落了。这就是看能缺什么，我们就赶快去买。当然是一定要购物，所以我的东西有带的比较少一点。你觉得呢？已经紧绷，你要购物是绝对装不下的。是吧？因为我还有想说这些东西要带，就是这里现在要带吗？这些东西真的不用了。你要购物都没位置装回来了。对啊，那你这次为什么会去巴黎时装周？你是受邀过去吗？对，我是受邀过去。那你昨天都没吃饭，到现在你肚子有受邀吗？一定要带齐。好的，加油。之前这些是我们要带的衣服，没错，这里有几双鞋子？这里大概9双10双，他已经带12双过去了，真的假的？还要再带9双。然后你帮我订的机票是杜拜转机是吗？我相信你一定会平安。你订的时候有发现是杜拜吗？有啊，可是很便宜，我就订了。看，然后这套衣服也要带吗？哎呦，这衣服好重哦，这衣服会动哎，晶晶。现在超级赶的准备出发了，我也只能把我要的大衣穿在身上，不然的话就行李会超重。我带来2箱东西从温哥华出发过去，然后人迪那边带了更多的东西，我下面还要继续再买，反正行李超重到时候再说吧。先赶快完成巴黎时装周这件事情，帮我自己搞定，时装周必定魅力四射登场。晚上去杜拜的机票被取消，他刚传简讯给我，所以我不用去了。我要去找机票吧。你说原本是订多少钱呢？原本5万5，现在变8万6。伊斯坦堡转机，伊斯坦堡怎么听起来会有炸弹？抵达温哥华机场了，你的票呢也是2天前买的，所以票价的状态呢也是一样非常的贵，一张票1万台币。然后昨天 Randy 的票又被改了，但也没办法了，头已经洗一半了，就直接只能洗下去。结果来现场发现我们的机票是没有行李的，现在要再加买行李，2个行李5000，行李超重了，超重5公斤。他叫我把5公斤的行李呢放到小行李箱里面。我的小心在这里，让我装东西，然后这个小行李是免费的，不知道这趟会花多少钱。压低，一定要压低嘛！我要疯了，我要卖血了！哎，我真的是为了这个东西拼了这一次，马上决定，马上走，我就是拼了。免税店又买了这3个化妆品 ，YSL 的 concealer、Leo 的粉条、Prada 的口红，都花了179加币。好了，我要出发了。拜托你遇到飞弹，我想要看比较画面，好不吉利哦。敲，
现在是3月3号的7点，我明天早上就会到巴黎了，拜拜。带着满满的行李，要准备出发去巴黎啦。3分钟后降落。而且我一直都没有怎么睡觉，准备好了战斗状态。然后刚刚也收到讯息，超多粉丝在帮我找发型师，对吧？真的很感谢。现在我就有找到一个做一个头发100欧元。现在你做一个造型，这个时间比蓝发还贵。然后刚刚我也收到有人在这边帮我借到衣服了，而且这个衣服是品牌借的哦。是哪个品牌？是阿寿皮鞋吗？夜市的少年街。法国海关还跟我玩游戏，让我马上就过海关了，还有眨眼睛。我只要来到欧洲国家，到杜拜也都一样，海关都对我超好。如果是女生的话，就会对我比较差一点，但男生都对我还蛮好的。刚还不把护照还给我，这样就跟我拉起来。法国机场竟然有人在这边直接尿尿，地上是他的尿，这个真的是很厉害。终于到了。好累，现在对片都没怎么睡觉。我刚刚看到了埃菲尔铁塔，你刚刚说什么？我刚说 Eiffel Tower 在英文里面有个意思是2男1女，所以你的 Eiffel Tower 就是那个麦达很大个的意思，的形状啦，很像那种3的形状。对。这个地方就是7天3万块台币。就这样。这还有厕所。那我不订2房。千辛万苦 ，Randy 终于到了。我终于到了。你怎么搭的？我从土耳其转机，我等了4个小时，然后再飞过来。本来志勋帮我订飞杜拜的，我看到迪日把他卡在那边卡3天，他过不来。对，好险哦，算了。重点是我那个飞机上隔壁坐的也是台湾人，他就跟我小聊一下，我就问他说：“你花多少钱？”他跟我说花2万6而已，而且是巴黎来回。为什么差？他比我早1个礼拜买。然后等下我们去礼服店里面试礼服，最短的时间内可是只要超级漂亮的状态，就跟那些已经准备大概2、3个月的人，比他们还要比他们好。看我们能不能达成，然后做的费用我们要记录下来，看到底花多少钱。我觉得已经比人家贵3倍了。你现在化妆？等一下出门，我觉得我很厉害的是我可以不用化妆师，销量是超贵耶，好像有东西都每次都够充足，叫什么都有什么。看我今天自己梳妆打扮完，我们要赶快去试礼服。这是什么？这什么地方啊？不对，我们要去哪里？这你怎么不懂啦？我想是1楼啊。哎呦，好急哦，每天都好急啊！这怎么开不了？这怎么开不了？你才不会。一下车就有屎哎，吓死人了！我鞋子是新的。这是你的这次顾问都，比如说那品牌会给我们衣服吗？对，可是他还没有回复我。其实巴黎的效率都有点这样子，巴黎人的速度没有我们台湾人来的积极。这是礼服店吗？对，里面还有别的衣服、婚纱那些都有。我们可以先看压岁钱，人家来跟我们介绍。这些我是也可以租借，因为我还是希望是比较辣的。然后会看的是因为它有开叉，一定要够露，还是蛮美的，我喜欢这件可以。然后黑的我就不要了，这件其实有点浮夸，有点海。这件偏向老气。好看呢，这件都没了。他说他还会拿出来其他的，对，他还会拿。就挑这2件。就时装周通常都是穿礼服，我想说那种奇怪的搭配，其实都很自由，就看你要如何展现自己。这件就 no， 这件是我觉得根本就超普通，这是放在胸口上的。好吧，我试下看这3件。OK。它这里的饰品都是1980年的饰品，对呀，都是中国，而且都是大品牌，香奈儿啊、YSL 啊、Celine 啊那些都有在里面。他说他觉得你很漂亮，所以就问我们说你是不是什么 KOL 啊，或者是明星？我说对，超模，超模。这件很特别，这边是用买的吗？也是可以用租的。其实它很多这种蛮可爱的，这啥啊？显得 Clovis 这蛮美的，但是它没有开叉，这件超贵，这件多少钱？460欧，如果要买的话。对，然后如果要租4天的话是算220。然后那件金的呢？用来穿，很美呀。No, it's the Oh, like this.
原来前 And 面的 it's backless. 但它下面一定要穿露的，这样会不会太没有腰身啊？等一下，如果里面没穿，后面是我可以把这件脱掉，不要，我会惊讶，不行。这有什么好吓到的？方便最快，就是为了要速战速决，赶快去买东西就对了。身材就是要这个是什么牌的？你可以帮我而且放一个礼拜。 Paco Ramen. OK，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什么牌子，那听起来很便宜吧？如果贵吧？现在要搭什么？让我思考。啊，黑色那件裙子会适合吗？蓬裙它就是一个不能外租，只能买。也不行，也不能买，不能租。是吗？它这一件已经有人预定了，不行了。对，很好看呢。它不练。我觉得这件还好哎，可以铺不会太特别。I try another one. OK. 太棒了！这件完全不行。看起来好像孕妇。我跟你讲一件事，我穿衣服啊，为什么说一定要辣的？就是因为我屁股很大，我穿包的就会看起来很宽。OK， 你不要。其实有些东西试过之后，就发现很神奇。如何？这个下半身很好看，对呀，高跟鞋，屁股很美。这绝对好看。我这柜子快掉了，不舒服。不是，我会整天掉下来会漏。It's too big. We can do something if you want. If you come back Friday. 应该很普通哎。对啊，那觉得还好。是那个很像在保护肚子变热的。他没办法，他就是那个版型。这间无缘。怎么现在只有1个小时去春天百货的顶楼？我们家直冲顶楼，不要让他去别的地方。眼睛蒙起来。对，眼睛要蒙起来。我要疯了啦！那我真的超担心，我没有衣服的。这样子算是你第一次参加巴黎时装周？是，我不太参加这种东西的，因为我根本没有那个时间呐。这种时间都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放下工作来这里。没有一个让我觉得是时间点的话，我会选择放弃。刚好我就在年假，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机会。包含你平常保养的都有而已，还不至于临时上阵的时候。你不是说还临时健身吗？平常在健身了。其实我说我在温哥华的时候，本来是想说可以颓废一阵子，怎么办啦？我很担心，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们真的很临时凑，他们团队可能在2个月前就已经预约准备好了。算了，没关系，因为我本来就是主教，所以我们是要把我们自己做到最好。周宇真的是跟我差很多的，她就是那种高端的精品女生，然后我就是那种青菜随便拿。我只要为了美，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得出来。我可以觉得出来。他只花了2分钟就决定要来巴黎，那个时候是凌晨，我说啥？我自己也很惊讶。想说我刚好也是在休假，那不然我就出来工作，真的是拼命3郎。你这样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休息啊？很多问我这句话，我好像闲不下来。没关系，我觉得你的摄影师团队他们都习惯了耶。哎，你有习惯吗 ，Randy？我蛮习惯的啊。你速度有时候很慢，而且你每天东西请你马上直接上传云端。我也觉得对，那是我的命哎，不见他真的会已死。你不要让我这样子。相机是我的命，我不会被。对，我们直接冲顶楼，我很怕我会停下来。我一直很想买 Gucci 的一双高跟鞋，不好意思，是我最爱的。走那边有。我忘记电梯那双高跟鞋，你看，不要看，不要看，不可以。那双白色的，春天百货的顶楼，哇，真的好棒！哇，外面有那个因为而且是免费的，看一下夕阳，好棒！全部都是 vintage， 都可以购买，每一季都会有换，有时候它还会有展览。这是爱马仕，我看到价钱了，爱马仕19500欧，60万，差不多啊，台湾也这个价格啊。而且我还好会买，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爱马仕比较起来会比较，对，感觉会比较成熟，就是商务。我不想花这个钱买爱马仕。之前前3年我是买 Zara， 可是近几年就开始买这种比较高油质感，因为有在 Zara 被偷的东西，我真的很难过，所以我再也不买。所以我跟你讲，请你把你的相机给我。这件裙子很特别，这件裙子配西装是很好看，我觉得外套超好看的。外套猜猜看多少钱？3000欧。3000多，那可能要摸到10万哎。那是包包小姐，你看到这个？哦，我看错了是不是？你看到 Hermes 800而已。哦，805啦，805乘以3，发上快20万吧？没有，2万9， 2万9，3万3万。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现在会热死，我们是要去参加夏天。是没错。不要哦，我等一下。我完全不受控。你们看，这是我家的纱窗哎。怎么你的纱窗啦？
这个很正点呢，这是本下去。这件猜多少钱1000， 200，真假？200可以哦。这里来想看这件，看这多漂亮！你们看一下，而且你是要找时装周的衣服，你们看到这件多美？猜看多少钱？600。可不可以看一下时装周的影响？时装周一直在焦虑吗？好吧，那对没关系。他已经不焦虑了。这件有点特殊哦。哎，你们觉得这件怎么样？这个有像时装周会，不好看。好了，不行了，因为它这边有这个绑带，不好看。这个很像菜市场的那个，这是什么玩意儿？问题是它好像不是很紧身。对，它不好看。哇，这件呢？长裙白黑色的，好难找到我们要去时装周的。这个就很像泰国的海边度假，然后卖那个100泰铢的那种。我的眼光是100泰铢，我看好像熊熊哦。觉得它不应该多这一条。这个东西出来了之后，感觉就不对了。不要，它太普通。 Zara 应该一大堆。这件呢？哦，好看。它的缺点是腰是我的身不 size 吗？还是要改？要改，不行不行，我们不要找需要改的衣服。不要改，不要了。好穿的牌子哎，刚刚好哎。好看。这个皮会脱吗？会啦，就是变得环保。一片一片的，如果是这样会很可怕，等于就废掉台了。湾很湿，法国很少发生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再考虑吧。Versace 那件裙子嘞，哎，可以搭耶。里面那件裤子也看到穿丁字裤。好了，这件要了啦，这一套是可以的，先不要买，你先想一想。我们来这边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件裙子时装周，对，我们是为了时装周，你要穿什么？这件裙子先拿了，不管。明天你搞不好被人家买不成。可是这边都好性格哦。你觉得这个好看吗？啊，我喜欢。哦，我觉得这个好看。其实你适合穿中介。哎呦，这它怎么感觉快掉了？看，好看哦。吧，这个现在是275，哦，就这2个了。我觉得先裙子不要外套，因为外套它看起来没有力量，它软软的。不会当时装周来穿的啦。我发现我很喜欢看外套，可每次我又不穿外套。衣架都是挂满外套的所以我。们在竹子里买外套，就是巴厘岛路边摊会卖的，那千万不能买。 Thank you so much. Have a good day. 大大的的奥莱超大，最大的百货商场，对，它是要先经过这个百货，经过百货公司就有精品后面。走吧，开始今天的奥莱。在奥莱里面啊，所有精品全都半价。因为现在时间紧迫，现在是2点钟，我们8点要离开。因为目前还没哦，看一下宝宝，这件外风衣穿穿看，好像是人模，好像还好。已经到了巴黎最大的奥莱，你看这前面广告可以走。我看到时候去都看见了。什么意思啊？等一下看龙博。可以拿一个9折券什么的。21000，很便宜啊！从台湾买34万。哦，那真的有便宜呢，完蛋了。可以试看这种双层口，脚好痛哦，等下试完之后可以换拖鞋。好看。我觉得好看，好看，它煎的很好看。喜欢的牌子，我们可以20年后再来这里逛。他都日文讲的什么 Max 妈妈 Black Mirror 变强妈的时候再来逛这样。我给那些新员工买些啊，不是这样子，Randy 我送你一个 item， 就是不管价格啦，你要衣服还是鞋子什么，我送你一样，好不好？哇，这么棒！现在比较适合继续挑礼服。你就还我。有点像变装皇后会穿的。猜多少钱320，我觉得350。660。2选1，我选透明的。我选 A 的。 Both are nice, you know. I love this one because Left. it's not the same thing. This one is leather. It's not the same material. 哪一双比较舒服？美的话不管它，不论是。 You know, for me, why I prefer this one? Because this one, the heel is different. Only one with heel. This one is nice, but classic model. I think you can find this kind of thing in place. Oh, let me see. 哇，他拿出他的珍藏了。 Can I see this one? 这双瑜伽 T 恤。他说一个 passport 只能在机场退1000欧的现金，所以如果你要退1000欧以上的现金的话，你要申请那个 app 退在信用卡里。我说好特别哦，哇，OK， 了解我也没，但我可以穿，很强哎。我觉得他跟好厉害。
他说这双鞋像艺术品一样。应该是穿的机会很大。哇，这很像马哎。哎，你们觉得好看吗？不要闹了啦。蛮美，这双很漂亮哎，放大看，随便选一双。银色的。猜猜看。1000。1500。1080。很漂亮哎。好吧，就这个了吧。 Madam, if you want, I have the jacket with this. You want to see? Yes, but I like that. 这样一套确实。 1,578. 一件衬衫1600，再拿不下去。它的质感有不一样吗？不要，我怎么感觉跟夜市的摸起来一样啊？台币1600，我可能会马上买啊。但是这个我不会买。 It's very Dolce Gabbana. This is very expensive. I tell her if you take both, The maximum I can do is 10%. now you have tax free also 12%, like 22%. Can you totally how much? It will be this one. 总共2100哦。 For me, you should have no doubts because it's really, really nice on you. It's not only the item, it's how you wear it t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You want to be the star second choice? No.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Absolutely. You need to be star, unique, and everyone's look at you, right? I'm very sure I want the shoes, but this one let me. 你觉得怎么样？这样一套很漂亮的啊。 Do you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the socks? Yes, of course. White socks here. Yeah. And this. Okay, you're a star, definitely. Oh my God, wonderful, amazing. Nice. 你再转一圈我看。好看啊，买吧。你知道吗？7万多，已经快接近我爸以前小时候每天都在跟我念说他花了8万3帮我矫正牙齿，在国小的时候念了我超久，我就很记得这个数字，8万3帮你弄牙齿，8万3，所以我永远金额的极限就是8万。这个7万多，已经让我开始有那个罪恶感吗？对，我又看到了 Billman 在前面，是我的爱盘，去 Billman 走吧，希望 Billman 病得跟我们少。 蛮利落的。这个是今年我们在杜拜看都是7万，它现在是1000。 4万多，4万6。套上去我觉得蛮好看的。 从来没有买过，第一次入手奥莱总终结了。今天我总 total 花了4年多，那么多袋，我没看到。什么？你要关门了，真的啦。我知道这是什么，风贴贴。你干嘛瞪我？你不是这种准备的？要当他自己。对，他已经快完成了。这是我2天前才约到来救急的发型师傅。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Ashley。紧急支援，现在兼服装师，他就让我把这个粘好，因为我们的衣服不是我的尺寸。这边我们穿上去了，会完全没有任何定妆，我直接带来的，也是别人的身材，我直接硬塞的。但是它这有点开，而且你好厉害哦，漂亮哎，谢谢你。 This is not allowed inside. And this camera, you cannot. It's forbidden. You can go change, you come back. No, this. Understand or not? This dress, this camera, it's forbidden. Can I use the phone? No, you cannot go with this dress inside. No, it's forbidden. Because opera. Not me, boss, forbidden. Opera, everyone you. No, you cannot. No. 奇怪哦，为什么？周一打来，周一的剧院把我这样，他说我穿这样礼服什么的进去拍，他好吗？你不让我进。Madame, j'appelle le contrôle, c'est pas moi. Pas autorisé en journée. Les séances photos ne sont pas autorisées non plus. 他说礼服不可以穿在只有晚上可以。对，然后相机不行。Je vois sur Internet que vous pouvez prendre photo mais 我说以前可以的。
记得以前可以看那么多网味道的型，他说那他可能换了。都来了，不让我们进去，外面拍一拍嘛。我带黄晓玲啊，来回味小时候，因为我们小时候最常就是在公馆这里，只要放学就来这吃东西、看电影，还有逛街。然后你还会不顾困难硬化灯过来这边，因为它这就是很多大学生啊，还有非常多上班族啊，在这可以掏到非常多好喝好吃的东西。今天要跟大家讲，我非常喜欢的饮料店在这里开幕了。自然田它开了公馆分店了。从他们家在中山旗舰店的时候啊，我就是他们家的爱用者，而且他们每次在中山旗舰店都说排好长哦，因为他们家的饮料啊，真材实料以外啊，男女老少都超爱。而且自然田他们家可是用 AI 制茶机来控管品质哦，所以他们家的香气跟韵味啊，通通都是达到水准之上。接下来带大家来公馆商圈来开箱他们家的新口味。我想点那个芒果系列，正夏芒果饮、正夏芒果牛奶、正夏芒果饮加起司奶霜的，都是新鲜水果，所以它会打像冰沙的口感，是可以的吗？可以。然后不止这样哦，还想要点雪绒培荞麦升级蜜香奶霜、雪绒花生好事奶、阿公的面茶牛奶，然后我还要点那个很有名的花红奶奶加奶香玛吉。要不让黄晓玲自己选一杯啊？你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因为已经有点过芒果，那我们现在水果的话呢，是还有这个水果茶。那我可以加什么东西？现在推荐的话是我们的新品精灵苹果。要来一个，来一个。那我们等你哦。好，没问题。然后我们就是超级厉害的新品哦。牵在鸟旁边，屋旁边。然后上我先这里好了。然后再放一个边，打卡墙都有留下我的足迹，什么问题？本人那么亲切，跟电视差那么多。电视你觉得怎样？讲话很呛哦，可是你本人真的很舒服。谢谢你的支持，爸爸们按赞、开启小铃铛哦。点的通通到齐了，你看我点了8杯，各式各样的系列。那主要呢，自然田他们每个门市外面都有这个完美墙，你在这里通通都可以在那边享用你的下午茶。再来品尝它的这个芒果系列，这个是雪绒盛夏芒果饮。很好喝，这个是超级浓郁的那种起司奶霜，它里面有新鲜的芒果丁以外啊，还有蒟蒻金球，口感层次呢非常的丰富，而且不只是有这一杯哦，它还有正夏芒果牛奶饮、正夏芒果饮，它全部都是新鲜的爱文芒果，现切现做的，通通都不是用那种化学物质去混成的，它的甜是芒果本身的甜，芒果感受真的是现打，然后跟牛奶调和的非常好。如果你喜欢那种丰富水果感的芒果牛奶饮，我觉得很适合推荐给这样的朋友。现在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雪绒厚奶霜系列，然后他们家的厚奶霜，因为都是真材实料，所以你会感觉到非常绵密的奶味。那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杯呢是雪绒培荞麦升级蜜香奶霜。它有浓郁蜂蜜的奶盖，它是这样子混合调成的奶盖哦。它里面是无咖啡因的荞麦茶底哦，它那个麦茶本身就有那个淡淡的香气，然后它的荞麦香跟它奶盖搭起来刚刚好。雪绒厚奶霜系列呢，它还有雪绒花生好事奶哦，它就是自然甜的招牌哦。它这个下面是奶茶，然后配上花生口味的奶盖。它的这样奶茶是很有奶香味的，再搭配它的奶盖呢，我觉得层次加起来，它的奶味的那个浓郁感是很丰富跟很有层次的。现在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阿公的面茶牛奶，面茶就是台湾非常古早味的甜点，自然甜呢，他们用手摇饮的方式呢，重新来诠释这个古早滋味。而且它是很浓郁的那种面茶味，是台湾专属才有的味道。自然甜他们家非常厉害的花烘奶奶，再加上奶香麻吉。它就是那个花生冰沙，再加上奶香麻吉。花烘奶奶是我每一次来都必点的，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花生味啊是很清香，然后搭配牛奶非常的浓郁，然后还有非常 Q 弹的奶香麻吉。奶香麻吉因为它很厚实，所以你喝之前一定要搅一搅。我觉得自然甜他们家很厉害，就是把饮料去做出甜点感，感觉像在吃甜点的幸福氛围。那这一款呢，也是他们新推出的柠檬荤桂，加在他们的水果茶里面。他们的水
果茶是非常的丰富，而且都是真正的水果下去现做的哦。它这个柠檬荤桂啊，也是自然甜今年夏天推出的新材料。它很像那种，就是像吃爱玉的那种感觉，爱玉就比柠檬爱玉又来的再有嚼劲一点，所以它的消暑感呢是直接拉满。一定要来自然甜来体验他们家的全系列，当然还有最新在今年夏天推出的芒果系列，绝对让你今年的夏天很消暑以外呢，又可以满满的甜点感，每天都可以有幸福的滋味哦。换启阳来试喝我们的自然甜，这一杯是芒果的，来喝喝看。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喝奶盖，它虽然奶盖很厚，可是我觉得它不会腻，而且它是有厚实的果粒感。我的是盛夏芒果牛奶饮，超喜欢，我已经采完。哎呦，喝完了，而且它有加牛奶，搭不搭？搭，而且它刚出来的时候，它有冰沙感，哇，消暑。好，换你，他喝面茶牛奶，很好喝，怎么样？很好喝。这家真的很特别，就是它很多可以满足一些很特别的想象，不同的口味撞在一起，搭配新滋味。我们有跟一位在巴黎做时尚导购的女生 Vivian 有约，她很厉害的是，她是在春天百货的代购，所以呢，她是累积了非常多的额度，可以上到春天百货 VVIP Room。那如果你要符合春天百货 VVIP Room 的资格的话呢，春天百货调查你的背景、你的消费能力，还有你在春天百货有没有消费到1年这么高的记录，所以她同时会调查非常多的事情。那她那一天呢，就帮我申请了这个资格，所以我们一见面就先去拿护照，到1楼的服务台来确认身份，然后由专人带领上春天百货的 VVIP 顶楼楼层。一进去那个钉打开的时候，哇，根本就是高级饭店，铺满白地毯，然后很华丽、很漂亮啊，不是那种土土的华丽哦，它是那种很精致、很美，然后大片落地窗，你可以俯瞰整个巴黎。里面不像百货公司一样都在那边卖东西，或是小店铺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招待所，就客厅、酒吧，那当然还有2、3个房间包厢，每一个房间包厢都非常有设计感。我的包厢是在最里面的那个包厢，一进去呢就看到了沙发，还有很高级的桌子，上面布满了香槟，还有酒水，一些无酒精的饮料跟点心，还有一个小小的试衣间，有个帘子在那边，然后外面你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这边吃，那你可以在那边慢慢试衣服给他们看。这时候来了一个法国小哥，金发碧眼，个子矮矮的，但是蛮可爱的。Vivian 跟我说，他就是春天百货的买手。Vivian 他有给这个法国小哥我的照片、我的风格、我喜欢的样子。他的工作呢，就是用他的专业去看我适合什么样的衣服，我会喜欢什么样的衣服，我不需要去逛，他会帮你把适合你的衣服通通挂在包厢里面。所以我进去就看到4、5件衣服在那里，那我就开始试啦。第一件是报纸风的洋装，一刚开始看觉得还不错，但是穿上之后呢，我觉得包太多了，我可以穿就好，但是我应该不会买。再看一下其他件，都没有特别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好像包太多太优雅了，所以我就直接跟小哥说，我想要找再辣一点的衣服。小哥说等我一下，我再去找一下。我们就在包厢里面喝酒啊聊天，那大概等了20分钟，他就拿回来了一件水蓝色的蕾丝上下套装，它有点像睡衣，但是是很高质的丝质感，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穿上去呢真的很显身材，而且裙子两边还有开叉哦。接着小哥就从衣架上拿起本来就挂在那边的红色鸵鸟毛外套，直接披在我身上，居然跟刚刚那件水蓝色的套装超级搭，感觉又更加分、更精致，辣也有，质感也有。虽然2个都是分开卖的啦，我就觉得这是我可以考虑的一套。然后我就再继续摸一摸小哥帮我选的那些衣服，基本上是没什么兴趣的，因为我觉得都是包蛮多。在我准备走的时候，我就一直以来都有看到衣架上有一件红色花花的衣服，但我一直以为它是上半身，那我觉得都是玫瑰花的上半身，对我来说好像只是一个平口的，没有很吸引我。原本没有特别想穿，但是拿下来才发现，哇，惊为天人！它竟然不是平口的上衣，是马甲，然后绑带式的，但旁边有拉链，所以很方便。那个花花的呢，我会错意了，它不是上半身，它是裙子，而且超短裙哦，真的是我的菜。它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花花小领结哦，所以呢刚好符合了我喜欢特别的感觉，然后我喜欢层次感、设计感，但是呢，我觉得很可惜是裙子太小件了，屁股一直露出来。我们在那边思考非常久，那个买手小哥又来帮我调
整了一下，把裙子努力的拉下来。但我想了很久，马甲不就是应该要紧吗？而且我本来就很常露屁股了，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个设计的话，露点屁股应该不算什么啦。所以我决定还是要入手。就这样，今天的战利品总共花费了2090欧，大概是77539台币。那在结账的时候呢，完全是一条龙服务，所有的结账、退税、付款都是由专人帮你跑，所以你只要坐在你的包厢里面，继续喝香槟、继续聊天就可以了。结完账还有专人陪你坐专属电梯到1楼送你出去哦。结束之后呢，我找来了之前路上认识的黑人朋友，他带着一个法国帅哥一起来，跟我的粉丝们一起去看一场免费的时尚秀，顺便来观摩在巴黎模特走秀的氛围。同时，因为阶梯太美了，所以我就忍不住穿着今天买来的战利品，又拍了一些大片。但是因为站了一整个晚上，又加上我脚上的那双鞋是新买的奥莱战利品，它非常的咬脚，而且高跟鞋穿久了之后呢，脚基本上就是无法再撑了。结束了今晚收获满满的一天，我们就回家啦。你过来，快点。怎样啊？我先讲一下。后面的是谁啊？我刚下去要脱衣服的时候，他刚进来啊，他整个热早上，然后我下去洗衣服嘛，看起来很累。我们来看那个人几点会起来。我们现在梳化，大概还有3个小时要出门。今天 Ashley 又来提早帮我弄头发，因为我们昨天在剧院被赶出来，Zoe帮我们去吵架，他去抗议为什么会这样，经理就出来道歉。今天他们就让我们进去了，所以呢还要再做一次的妆华造型。衣服因为他说不能拖地的嘛，所以我打算换我昨天买的那件红色的花花，头发就盘起来这样。今天还有就是要去订品牌的妆，他让我们去走秀。我今天5点钟起来了，10点钟要到订妆的地方，然后再去第二间也是要订妆，所以今天就是特别的忙。然后晚上还要再跟马黑去导购，去逛一些我想买的一些配件或是袜子类的东西，希望今天可以一切顺利。整装出门 ，Zoe， 超厉害的 Zoe 来了。设计师叫 Nadia， 她的形象本来就是一个很有力量感的女性，她很多的材质都是环保皮革。她本来请你走秀，后来她就突然犹豫了一下，那还是再看一下，你还是要证明给人家看我们可以。可能要面试的概念，而且我打扮，爸爸问他说可不可以素颜，不行，我觉得不行。你很像那个妈妈桑老鸨。昨天那个剧院的事情是怎样？其实以前的话不会装那么的严，他们当然有衣服上的限制，不能穿太暴露，一定要稍微正式一点。很正式。对，昨天常常穿的是晚礼服，他们2个就被挡在外面，然后我就去问他们说，好，不能带相机，可能就是我们疏失嘛，那我们就不带相机，我们就用手机。结果女方就说，那你们要穿裤子。我们后面排队的一堆女生穿短裙跟中长裙，对啊，都有啊。对，回去以后我还是非常的不甘心，所以我就申诉。狮子座，对，狮子座真的会不甘心，我会默默记仇，而且他们还叫经理出来，还跟我们说就是要穿牛仔裤，这也太夸张了。什么时候规定去歌剧院要穿牛仔裤？所以我们就打电话问对方，就转机转到另外一个职位比较大的，就跟我说很抱歉，你再拿那张票会让我们进去，因为其实真的很不合理，我觉得有稍微被针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小红书、IG 很多人穿很漂亮的裙子，穿长裙都没关系，所以我们算是比较倒霉的。因为他是乌克兰设计师，所以他在这边用饭店的房间设定了一个大家来试穿的地方当工作室，然后现在这前台被靠背这个设计师。我们走了。面试了。来 ，great, nice. She look like a star. 驾驭衣服你太耀眼，比衣服还要耀眼。他说你可以直接拿衣服去拍你下午的街拍，手手是可以的，手手是可以的。这真的蛮好看的。好看，我刚才觉得很丑的，我刚才觉得穿上去才好看。刚才突然又让我们走 ，Zoe， 他叫我穿的这件不是我的风格，是工程师。而且你是又甜又帅，我不知道怎么讲这种感觉。等下走一圈。这个蛮酷的，它这里有这个 feel， 我很害怕的。我觉得好看，而且它显得腿好细哦，这样可以耶。裤子很帅。设计师的衣服已经借到了，那我们现在要去的那些已经是一个小众品牌的召集人嘛？对，所有的小品牌都是跟着他。现在来第2间的那个试妆设计师的地方。会很紧张吗？还好，期待明天的秀场。
因为等一下剧院不会让我把这件衣服带进去，先把这件拍掉，然后这件衣服给周一，好吧，往上拉。你真的是结束我很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对啊，可以啊。怎么会进歌剧院要挑战？漂亮就会有这种问题，你会发现好更多这样的状况。今天那2个女的不在，我们就可以来。啊，你真的是被针对的。他刚看到我相机都 OK 啊。所以昨天他才跟我说，没关系，明天就来，因为是他们上班进来的。我觉得男的比较好，女的很坏。第3关，相机可以拿出来拍吗？我觉得相机可以，因为他只有说不能脚架。那我们昨天根本完全符合条件啊，对，是很单纯的被真正的艺术的。好了，肉姨拜拜，那就太麻烦你了。谢谢，有肉姨在就是搞这一切，超成功进来，超成功，好简单呢。对啊。放着礼服哎。那个礼服比你昨天的还浮夸哎。而且第2套跟我的差不多啊。对啊，就是你昨天穿的啊，而且他头还有更多东西。现在穿完谁都可以进来，这相机不能带。对，他说 OK。都带进来，谁都可以。对啊。怪的耶，长得漂亮真的是会有问题，而且女神会对你有敌意，她不想要让你可以就是容易出大片。他也拖地啊，我们真的是被针对了啦。等下外国人想说这是谁？对，真的。然后外国人说我也要拍。怎么那么多人要拍啊？很多人很开心，玩得开心，拜拜，拜拜。这是新朋友 Miki 啊，Miki，他是这边的马黑区的导购，这边说，这几年了，4年，他住在这区就对了。对，反正这间店我觉得超级幸运的，就昨天我在骑脚踏车在马黑绕，然后我就停下来看，然后我说天哪，里面也太多适合你的东西了吧？然后我就问他们是来快闪的。好好，下去，这是辣的吗？我觉得因为你很多面向，所以不管什么风格都可以加入。这是潜水衣哦。我先记下来，我们等下晚点到的话再回来，因为还没有到就是哇那种感觉。果子很可爱，这间店比较有个性一点。对，好吧，走吧，我想看一些那种比较辣一点。好行。我哪间店看服装，我大概知道我会不会进去。这个女生衣服就是我们会要的绿色衣服，要不要问？可是他一定是过季的呀，他已经知道了。感觉 Miki 想问他。好，那你去问他吧。好，在他旁边好多人，敢问吗？可以。真的敢问，我要先找了墨镜再讲。我觉得一件事会比较酷，2件事就还好。因为我觉得发饰就是有一个问题，它就是很长，因为我屁股很大颗，所以我们要一穿长的时候就会看起来很臃肿。你屁股是真的，我屁股是真的，穿长的东西看起来就很重，就是你的脚一定要露出来。对。可是你的腰臀比很棒很欧美。这个牌子我之前买过，这内衣我之前买过。真的很像蒙蒂耶，就是有跑。这个也很辣，这个 It's okay. I'm gay. 哦，我觉得你穿这件超美的，我觉得这件很好看。好，这件要，这件要。现在5万吗？500万。500万？没有开玩笑。我觉得还蛮成功的。
对，我觉得红色好看啊，但是它这个会不会太小？它就是这件马甲要红色，你觉得呢？红色不行，它这件这样很好看。那是特别， OK, we take it。花钱的。买那间我觉得它蛮值得，都是马甲，也不是内衣了。可是我进来这间店都是买内衣。我要买丝袜。This one, this one, and this one, and this one， 这3只都要。This one, and then this one。我就是很喜欢买袜子，因为袜子是我觉得我挺刻意。我也爱买袜子。它的话有白色的吗？这3个颜色都可以来得到。因为我取一点，因为这个台湾买不到，你网络买的又不稳定，你看不到。10600。假的，买袜子买10600。很便宜吧？这是法国监狱，里面好多犯人呢。你看他们都有在挂东西在上面。他们今天在市中心。Thank you, thank you， 对我们的。You like him, you like him, right? Love. Yeah, he's single. He's single. Okay, no problem. 今天是大日子，今天就是要去时装走秀。那时候就是想中品牌，可是我觉得它就是比较精致啊。我们没有说一定要去大秀或者怎么样，可就是一个体验。不过它就是规定大家的妆啊发都要统一，但我不知道会把我画的怎样贵，所以我就带一些化妆品赶快补起来。没办法，就是要尊重人家的规定，就是他们想要一致性吧。看看一下，等一下会怎样？应该是很多人会在后台化妆。很吵，因为我从哪里找不到你们的品牌，乱中有序，就是时装。轮不到我们，好不好？哦，哇，家话，超多人。轮到吗？如果4点出发，我觉得一定，可现在才1点而已啦。我又怕他连妆都会翻车，我觉得我们就要抓一个时间，以防他们帮我排到后面或者不广，也是有那个机会啊。我们抓一个时间点，如果还没有轮到我的话，我马上回家画。好，现在只能这样。虽然他们是小品牌，可是我觉得我们第一次合作的是帮西尊重人家的。快3点了，还没开始化妆，会不会来不及啊？不会了，一定赶得上，最后绝对都赶得上。连设计师都不紧张，我们就不用紧张。Yeah. Are you a fashion photographer or are you a guest? 人力约。Okay, then you already registered. Okay. 你知道那个申请是我帮你申请的，谢谢。品牌根本没有帮我，但他们也是我申请的。好险我早一点来，所以我才说我们要自己想办法解决。看你就是很多时候自己解决，我想说那我化妆应该也要自己解决。然后在台湾办活动的方式很不一样，比较没有效率跟组织感。4点钟嘛，现在3点的，大概还有8、9个还没化妆。就我们是10几个，所以你是走第几个？也不知道。也没排练啊。刚刚看一场免费的秀，这个设计师让我们加减看的，他的那个品质就比较不太好，他女生跌倒跟弄奶头。我想说是不是我的美感不对了？不是，我们以后去看大秀，拜托。哎，来了，是。大家开始化妆了。他现在后面有这么多人要化妆，这么多人哦，1个小时之内，但现在只有看到2组化妆师而已，然后没跟我完成。不会啦，死活一直都会让你上去关注，就是他们不要紧张，我们就像这些模特一样，悠悠哉哉就好。对，他们真的是悠悠哉哉，所以没问题啊。现在就是过1个小时要开始，然后还一个人在那上面，有10几个人在那边等，他们也没彩排，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怎么。对啊，都不用试走啊，顺序你是第几个？如果你素颜上去，你 OK 吗？不 OK 啦。素颜你不愿意？你说你没有穿衣服，你要出来？不要。就是这个意思。你没有枪，你上不正。你枪还要带2把。对啊，你没枪，所以人家去走风城。打好那些你先弄，我觉得要等很久，我就等到我们之后，搞不好就错过了。所以我现在在时装周的路边在化妆。地上地方，等一下我们真的要素颜上。对，没办法，就是来时装周有很多突发状况，但至少我们是有基底的，就不要怕。什么？把你觉得欧洲人的弱点把它补起来。眉毛一定是要自己画，就那个眼线。我
只是很混乱。我们现在连走都还没有走过，我也不知道他排第几个，头发也没弄，所以我就在想说他先画好了。关灯。有答题就好，你去给我弄头发。走了。终于轮到我们了。他把你卸掉了。OK。被画的很像鬼。他说我皮肤很好，问我说是用什么的保养品。哦，然后去台湾，还不知道等下怎么走出来，哪里走进去，好刺激哦！我们没有演练过走秀，就要上场了。牙体上面红，门牙，对，至少不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韩国人。我觉得我已经很满意，我已经很感谢上帝了。就脚好紧哦，他用38号，可是现场只有38号。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连彩排都没有追忆。就是那天拍的，我在这里，我超级无敌担心的，会不会滑倒？如果滑倒，你就可以有爆点超3小。这个女的告诉我很多怎么走，这样真的，她人好好。她跟我讲路线。要轮到强强了，加油！不错。我找不到口袋插，只有看等那位置。那你刚刚一直是看地上，你在找那个白点，因为我没走过。今天很谢谢周颖帮我完成了第一场秀，他在那边哭因为他觉得很感动。真的假的啦？让小孩来体验。终于哭了。很感动哎。结束了，今天很精彩，就是2场秀，1场是走秀，1场是约到一 VIP 上。对，设计师都对我们俩还蛮好的，下次可以看其他品牌可以再来。我喜欢那个蕾丝内衣，我也是，好看，很辣哎，那个是我的菜哎，可是是优雅的，它不会让人家觉得色情。对，然后我也喜欢我们穿的上一件，是又甜又性感。然后我们这件是比较帅的，你看看我插口袋插不进去，但是你不讲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淡定，你脸超淡定，真的走得好吗？人体不错啊，不错。第一次完全没彩排，对，没排演的情况下很厉害。人家都有彩排，就只有我们的品牌没有彩排。很谢谢周宇在这次真的帮助我很多。到这之后要挤到更大的runway，然后更好的品牌，我们要提早安排，因为我们只有2天时间安排这件事情，做到这样了，我觉得已经真的至少有走秀。虽然不是很大众的品牌，但是我觉得小众品牌有它的一些精致感。之后我们再来往更大的地方走。他现在救不回来的话，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救吗？或有什么方式花钱给人家救吗？还是有什么机会吗？你好像请问一下，那个我们有拍记忆卡档案，然后有复写过，但是那个档案没有存到，有办法救回来吗？如果比较有可能的话，然后可以在特别写入多少资料进行的。如果复写的量基本上已经大于之前的量，那基本上就没救。大概3月6号拍的档案，但后续到今天的卡都还有在拍东西。那这个就真的没机会。
性太强，真的没办法。好，所以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救援。对，因为这是属于他种植园的问题，他那个编码被改掉的时候，真的没得救。好，谢谢。我没有检查那一段。什么叫那一段？那是一整天呢，一整天东西不见了，你不知道吗？我只能先尽量找我拍的档案。那如果真的没有，再问一下粉丝他们那天有没有其他的画面可以用。就我怎么办？这一天的照片，我全部都传上去。我没有要说我怎么样，但我就那个时间点的影片，可能是在过档的时候我漏掉。确定都没有就对了。对，确定对，一定找不到。对。我们花钱去那边是在拍片的呀。上次就是有发生过这种事，就交代大家注意啦。真的头痛，现在没办法了啦，就只能这样了啦。有些事情发生就是看要怎么解决而已啦。上次已经特别讲过，飞出去外面最重要就是你那个档案一定要存啊。我们特别花钱过去的，花很多钱。现在没办法，就是这样了啦。现在没有就没有了啦。还好你先看到了，那你全部检查了吗？我在检查当中，继续检查吧。喂，我想问一下，我们不见这段可以用 AI 生成吗？不用说的。我可以用我来讲。拍戏，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在打排名。花那么多钱去工作的东西全部不见了。怎么会这样子？你这个一路千里迢迢到那边巴黎去，竟然不见了，那这样怎么处理？哎呀，你处理这个事情，你在做事情的本业一定要先做好。像我们在当兵，我们的枪是我们的生命；像我们在岛外，像这样子不见了，这枪毙了嘞。哎呀，你说我怎么办？哎呀，那这个是被他们说漏掉。这个一个责任的问题啊，这个你就那怎么处理？你现在怎么处理？看尽可能他说是救不回来，反正那这样子比较严重，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案？对。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哎，我现在不知道哎。那影片要怎么弄？你这样子，老板你要有方向啊，你自己碰到这样子，我现在只用 AI 解决呀。档案不能遗失啊，遗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这个档案是准备要做什么用的？上片用的。那既然已经事情都发生了，只好就是说没有办法补救的，前后抓一抓处理吧，就只好这样子，那怎么办？做事情要有始有终，要把它做完成，这样子你也累，大家都累，这样怎么会这样子？哎呀，这样子。看有什么补救了，赶快再做补救。在这个地方工作，你像当一天和尚，必须要敲一天钟，做到这样子都不可以啊。我觉得就是说，
家人看有没有办法，看有什么方式去处理。对啊，我们必须要解决啦。同事之间会不会来帮忙一下，帮忙看怎么处理？宝宝，我不知道他有弄丢多少档案，我不晓得。会这样子？那你自己也太大意了。我跟他讲过好多次了。哎，这个太扯了，这个太扯了。就下走吧。也只能做那个 AI 了，然后配照片了。你一次发现的早是好事哦，要是没有发现的早，以后更麻烦哦。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是我对他不怎么。那你自己都太大意了。我大意了，我跟他讲了好多次了。你现在看怎么来补救？你再哭也没有用啊！我们看你有什么来补救方式，心平气和。你现在发现他这样子也是好事，那个很重要的事情。到巴黎去拍那个影片，一度千里迢迢到那边去。像我们在当兵，我们的枪都随时不能离身，岛外去枪不见得要枪毙的嘞，这个是很严重的啊！你看在台积电也好，发生事情严重的。现在是要拍扫地机吗？有没有心情这样拍嘛？那我们现在带你去巴黎，马上跑去夜店去玩，没关系，玩到那个东西不见，那不，可是这个事情很严重的啦。那不行，你叔叔长一次了，这样子，看大家用2全其美的情形。你看，陪你们在这么多年睡觉，一个老板是没有必要这样子。就在抛吧。要拍什么？拍一个配料。现在还要拍心情版。很重要的影片画面全部弄不见了，现在全部遗失了啊！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活过只有一次，对不对？下次再去，对不对？人生只有一次，如果你觉得很心痛，就去。我一定要再去一趟。那请大家敬请期待了，我已经安排了，我就是要再去一趟，而且是最近就去。我要承担这个失落，这个痛苦。我不愿意，所以我觉得巴黎在跟我饶舌才会发生这件事，对吧？你 follow your heart， 钱如果已经注定要省思了，那心情就不能打折扣。对，最后我已经省钱了，我就让钱去死就好了，不能让我死，对吧？钱可以再赚，但是我的心情不能够找不回来。你很会辅导啊！你们都叫我不要再去，我说我不行啊，我没有办法过得了这一关。如果我没有再重新把它拍回来，我这辈子都有遗憾的，我过不了。人家说这样疯的话，但是没有办法，我就是要这样。你怎么可能？你很心爱的东西遗失了，你可以不找。你没有疯啊，哪里疯？钱都不见了，干嘛心情打折？心情好，钱才会加倍回来。对，因为能量好。对，我是这样看的。我现在就是决定，我一定要回去，不能够放弃，不能够就这样算了。该拿到就拿到。爸爸，是你也会这样吗？以我的个性不会再去，少那一段的话。但是那段是你很喜欢的哦，是春天百货的 VVIP 哦，这辈子很少人可以进得去的哦。那现在你再去还有招待吗？还有啊，坐8小时的飞机，我只要辛苦8小时，我就不用维持这个情绪那么久，好吧？这样对不对？好，习惯拿在旁边来。没有的话，我就把它找回来，找回来。经过了几个礼拜后的冷静，其实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呢，作为一个老板，我也应该要有责任。不管怎么样，
档案遗失这件事情，未来我应该要做到的事，不是只是口头上的确认，或是口头上的提醒。经过这件事情呢，也给我上了很大很大的一课。当时我可能会觉得是给员工的一个空间，或是基于信任自己员工，只要他说有，我就认为说 OK， 他真的已经做了。现在的我一定要亲眼见到东西有在硬碟里，我觉得这才可以让我做到完全的放心，然后再做多加一道防线，就是连公司的所有企划也都要隔空确认。我会建立起更完善的制度，不管是我公司里面的 SOP， 还有公司的人资管理，预防这些事情再次发生，创建我公司的稳定度还有安全性。